河南许昌一家名叫胖东来的超市刷爆全网。这家创立于1995年的老牌超市，因为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发挥到极致而备受瞩目。当其他超市还在为提升业绩绞尽脑汁时，胖东来却推出了员工不开薪假、禁止啃老等闻所未闻的政策，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但正是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做法，让他在中国零售业掀起了一场革命性的风暴。这种反差让人不禁深思，为什么一家地处3线城市的本土超市能让中国人民如此惊叹？答案或许令人难以接受，因为在当下的中国零售业，把员工当人看这样最基本的理念都成了稀缺资源，最基本的服务居然成了值得称道的创新。这种反差让人不禁深思，为什么一件如此基础的服务举措会获得全社会的交口称赞？答案或许令人难以接受，因为这样的服务水平在中国的零售业已经凤毛麟角。让数据说话。2024年的调查显示，中国零售业一线员工的平均薪资仅有4200元，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北上广最低工资标准。在北京，最低工资标准是2420元每月，上海是2690元每月，广州则是2590元每月。而一线零售从业人员的实际收入往往徘徊在这些标准线上下。这样的薪资水平，又怎能期待他们提供优质服务？让我们再看看国际数据。日本71便利店员工年薪约合人民币18万。韩国 GS25 便利店员工年薪约合人民币16万。新加坡 FairPrice 超市员工年薪约合人民币22万。台湾全家便利店员工年薪约合人民币15万。赤裸裸的现实告诉我们，原来这些被热捧的天花板待遇，在国际上连个及格线都达不到。更触目惊心的是服务质量的数据。仅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8万2794件，同比增长 27.21%。这种投诉处理的问题在中国零售业普遍存在。消费者们最常遇到的情况是，投诉后被踢皮球，打电话永远是语音系统，售后服务电话打不通，商品质量问题，要求退换被拒绝，维权过程耗时漫长。甚至有消费者反映，一个简单的退货问题，往返奔波多次都无法解决，最后只能选择放弃。相比之下，胖东来的做法却截然不同。他们推行无条件退货政策，顾客不满意可以随时退。一位在胖东来购物的顾客分享说，有一次买了一箱芒果，发现有2个不太新鲜，我本来只想换这2个，但店员直接把整箱都给我换了，还道歉说没有把好关。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胖东来甚至在商品标签上直接标注进货价，让利润透明化。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，让投诉问题从源头上就大大减少。当出现问题时，他们的处理方式也十分高效，设立专门的客服柜台，配备经验丰富的员工，大多数问题都能当场解决。这种差异化的服务理念和高效的问题处理机制，不正是在告诉我们，零售业的服务质量，与其说是能力问题，不如说是态度问题。让我们看看，在中国哪些基本服务居然被当作特色服务来宣传。下雨天提供免费雨伞，商品价格标签字体够大，排队等候区有休息座椅，卫生间24小时开放并配备护理用品，饮水机免费提供热水，临期商品明显标识。而这些在发达国家早已是20年前就该有的标配。1990年，日本永旺就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和老年人服务。1995年，韩国乐天提供全天候客户服务。2000年，新加坡商场全面引入母婴室。2005年，台湾便利店普及残障人士辅助服务。
在调查中国零售业的员工培训现状时，一个普遍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大多数连锁超市的培训体系形同虚设，新员工往往是匆匆看完入职视频，背诵几页企业制度后就直接上岗。一位曾在多家连锁超市工作过的员工向我分享了他的经历。这些年，我换了好几家超市，培训内容都差不多。第一天看企业宣传片，第二天背规章制度，第三天就直接站收银台了。之后的培训基本都是在开会布置销售任务，学习怎么完成业绩指标。这种情况在业内并不罕见。许多零售企业的培训往往流于形式，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。新员工培训更像是一种走过场的仪式，而非真正的技能提升过程。在日常工作中，大部分培训内容都围绕着销售指标、促销活动等业务层面，对于服务理念、顾客沟通、突发情况处理等专业技能的培训却少之又少。相比之下，胖东来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。新员工入职前要经过为期2周的岗前培训，内容包括企业文化、服务礼仪、商品知识、应急处理等多个方面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培训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持续性的学习过程。每个月都有定期的业务培训和服务提升课程，真正做到了让员工在工作中不断进步。而国际零售巨头的做法是，日本永旺新员工培训期3个月，包含服务礼仪、商品知识、应急处理。韩国乐天每季度进行一次专业技能认证。新加坡 FairPrice 年度培训时长不少于120小时。香港万宁每月进行一次服务标准测评。许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中国零售企业不能像国际品牌一样提供优质服务？让我们来算一笔账。2023年中国零售业平均数据，商品毛利率12%至18%，人力成本占比4.5%至6%，租金成本占比8%至12%，水电物业3%至4%，其他支出2%至3%。而国际零售巨头的数据结构，商品毛利率25%至35%，人力成本占比12%至15%，租金成本占比8%至10%，水电物业2%至3%，其他支出3%至4%。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中国零售业陷入了低价竞争、低毛利、低工资、低服务的恶性循环。一位零售业内专家向我透露，很多企业想提升服务，但利润实在太薄，连基本的员工培训费用都很难承担。在探究零售业问题的过程中，监管缺位的现象同样值得关注。目前，对零售企业的监管力度普遍偏弱，巡查频率低，处罚力度小。更重要的是，违规经营的成本远低于合规经营的成本，这就导致一些企业宁愿铤而走险，也不愿意投入资源提升服务质量。消费者遇到问题时的维权困境，更凸显了监管的缺失。许多投诉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，有些甚至不了了之。这种状况使得一些企业更加肆无忌惮，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违规，付出的代价也很小。反观发达国家的监管体系，日本每月至少1次随机抽查，韩国违规处罚最高可达营业额的30%，新加坡3次严重违规直接吊销营业执照，台湾消费者投诉48小时必须处理。深入观察中国零售业的现状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：服务意识的缺失。一项针对1000家中国零售企业的调查显示，82%的企业没有专门的服务培训部门，91%的企业将销售额作为唯一的考核指标，76%的企业从未进行过顾客满意度调查，95%的企业没有完整的服务标准手册，
更令人担忧的是员工流失率，一线员工年流失率78%，中层管理人员流失率45%，新员工3个月离职率56%，老员工工作超过3年比例仅12%。面对这些问题，中国零售业究竟该何去何从？一家普通超市的基本服务，在2024年的中国竟然能成为标杆，这不是他们有多优秀，而是整个行业的悲哀。它就像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中国零售业有多落后，照出了行业对员工有多苛刻，照出了消费者维权有多艰难，照出了中国人的期望值有多低。所以，与其惊叹某个超市多了不起，不如想想为什么中国人的要求这么低？为什么基本服务也能感动我们？为什么一个超市把员工当人看待，也值得全国震惊？这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。